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如果要评选出中国大陆网民最关心的 YouTube 话题，那么炒美股肯定是会榜上有名。美股几乎没有任何的资金门槛的要求，哪怕你只有100美元，也可以买10股富途证券的股票，持有到现在100美元就会变成1000美元，简直如同魔法一样。正是因为美股这种低门槛高收益的特征，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大陆的居民，即使绞尽脑汁也要玩一把美股。根据中国证券法的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证券公司监督管理的条例也规定，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在境内经营证券业务应当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然而目前还没有境外的券商可以得到直接在国内开展业务的批准。既然大陆居民炒美股不被政府所允许，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是会如此的关心美股呢？因为大家手中多多少少都持有一点美股。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推算，截止2021年1月底，美股41万亿美元的总市值中，将近 30% 都是境外资金持有，其中中国内地居民持有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市值高达 2570.35 亿美元，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 7988.87 亿美元，超过科威特、韩国、新加坡，而这4个国家正是资本可以自由兑换的国家。尽管人民币资本目前还不可以自由兑换，但是中国股民已经成为美股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已经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实。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国大陆居民如何越过太平洋投资美股，招揽中国大陆股民的券商机构是如何运转，如何逃过监管的审查。在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欢迎在视频下面点击订阅，点开小铃铛，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无论是炒 A 股还是炒美股，首先都必须要有一个券商的账户。大陆居民目前可以注册的券商账户主要分2种，一种是互联网美股券商，一种是美国本土券商。互联网美股券商以富途证券、老虎证券、微牛证券为主。这些互联网美股券商的共同特点是，创始人大多是华人，注册地在海外，投资人一般是国内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比如富途证券创始人李华，2000年加入腾讯，是腾讯 QQ 的早期关键研发参与者和腾讯视频的创始人。2012年，李华创立富途证券，腾讯就是初始投资人。富途控股作为母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富途证券在香港注册，是香港证监会的持牌机构。境内公司富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2007年在深圳注册，境内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科技类产品的研发，也就是说，富途把证券业务都放在境外，在境内的只有科研等辅助性的业务。富途证券的 APP 名字为富途牛牛，开发者是富途网络科技。富途牛牛的网站备案在深圳，而富途证券的开户是在香港的网站。老虎证券成立于2014年，创始人兼 CEO 邬天华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硕士毕业，是前网易有道搜索技术负责人。老虎的主要投资人是小米。老虎的公司主体注册在开曼群岛，国内实体是注册在宁夏的向上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老虎证券的 APP 在应用商店的英文名字为 TagTrade， 虽然中文名称是老虎证券，但是开发者是老虎证券在新西兰的公司。老虎证券在中国境内的网站域名为 www.itiger.com， 主办单位是北京优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在北京备案的网站。如果在网上开户，就会跳转到服务器位于新西兰的网站，而这个网站是在新西兰的持牌机构所有。这些纯正中国血统的互联网券商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被中国监管部门取缔，
最重要的一个保命法则是，开户和交易都在境外的关联公司和境外服务器实现，中国境内实体只负责技术支持和研发，这些并不会被认为是证券业务。另一条保命法则是不帮顾客换汇。在资本项目还没有自由兑换的中国市场，居民换汇只能是因私旅游、留学等少数的用途。监管机构明令禁止购汇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寿险、非红险等等。所以这些互联网券商只接受美元或者港币的入金。如果接受人民币入金，那么就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帮助客户换汇，这就构成了外汇管理条例中的禁止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的行为。只要互联网券商做到了这两条红线不越界，中国的监管层就不会为难他们，因为他们持有的是境外的金融牌照，持牌主体是注册在海外的公司，在境内的实体都是网络科技公司，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属于中国证监会的直接监管对象。证监会只能监管他们有没有在中国内地实质性的开展证券业务。富途、老虎等几家大的机构在入金方面也都非常规范，外汇的监管部门曾经也多次去查过，并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目前富途和老虎截止2020年末的开户数量超过250万，交易量超过2200亿美元。数据显示，老虎证券有过入金的客户有 80% 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而富途的这一比例为 55%。 两家公司都在2019年3月先后在纳斯达克上市，而且股价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涨幅。富途目前已经涨了10倍左右，老虎也涨了3倍左右。市场和投资者都用真金白银给这两家公司投了票。2019年10月，有群众举报宁夏向上融科在公众号老虎证券引导用户转钱到境外的金融机构进行证券投资，导致国内的资本外流。但是宁夏外汇局的回复称，若您掌握具体的情节，请提供具体的外汇违法违规的事实以及可供查证的相关线索。这说明外管局其实也默认同意互联网券商这种做法。老虎证券的 CEO 邬天华表示，老虎证券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就是因为一直没有做违规的事情。外汇管理的红线是不可以收用户的人民币，不可以帮助用户换汇。老虎证券一直只收离岸的美元和港币，只收客户本人的现汇，数字货币也不收。2020年10月，深圳外汇局因为富途违反外汇规定，给富途开了一张20万元的罚单。起因是2020年的5月，富途牛牛 APP 上线了一个感情无价爱将升值的营销活动，用户可以使用中国境内微信支付人民币购买股票卡赠与他人，受赠者可以在注册登录富途牛牛账户后领取股票。由于这些股票卡对应的股票都是港股和美股，受赠者如果把股票卖出，入账的就是美元和港币，这就等于是用人民币通过股票卡兑换为真实的股票，并间接换成了外汇。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互联网券商其实时刻都受到严格的外汇监管，一旦触碰外汇这条红线，必然会引来处罚。大陆居民使用的另一类券商就是美国的本土券商，比如第一证券、德美利证券、盈透证券。美股的本土券商不存在法律合规方面的问题，像第一证券和德美利证券交易都是免佣金的，而大陆的互联网券商往往都有不菲的佣金费率，这也是这些互联网券商的主要利润来源。但是美国的本土券商在大陆一般没有业务人员，用户的体验不是很好，而这点互联网券商会更有优势。我相信互联网券商和监管的这场猫鼠游戏在短时间内还会继续玩下去。拥有这些互联网券商的股民短期内也大可不必担心政策法律方面的问题，但长期来说，国内政策的不稳定和多变性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所以我个人的重仓股全部都是放在美国本土的德美利证券，而老虎证券我也放了一点资金，主要是用来打新股用的。近2年，老虎证券在国内公司出海上市
打新股方面运营的还不错，打新股的收益也着实可观。想要了解老虎证券打新的小伙伴，可以观看我之前的视频内容。本期的视频就是这样，下期和大家聊一聊猫鼠游戏第2集，个人外汇是如何流出国门流入境外，外汇监管部门、银行、互联网券商这3者是如何在外汇管理层面博弈。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啦。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点赞分享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